这个老六只要摸一下任何生物，就会获得对方身上的终极技能。哎，飞起来了我，当然人类也属于生物体。巧合，纯属巧合。这一切都因为一次穿越开始，别人穿越都是无敌的开局，而他刚走进餐厅就被……好痛啊！此时无穷无尽的陌生记忆汹涌而来。蓝冰22岁，龙国人，爷爷是警察，父亲是警察，母亲还是警察。警察世家也不错哦。可当他看到周围的情况后，脊背发凉，同时心跟着凉了大半截。映入眼帘的是10几个双手双脚被扎带捆绑的人。这开局就是地狱模式啊！刚来就要嘎了吗？生物能力复制器激活成功，赠送储物空间1个。啥？系统？通过与生物接触，复制生物极限天赋、顶级技巧、无双能力。说得很明白，但又不是很明白。我都快嘎了，你给我这！正在这时，蓝冰看到站在窗前的暴徒突然打开窗户，向外丢出一个疑似炸弹的球状物。外面的人都给我听好了，别上来，否则我就引爆炸弹。只要我死了，手上的引爆器按钮会弹开，不信你们就试试。太恐怖了吧！眼前活下来最重要。对了，储物空间，我可以把我的扎带放进去，这样我双手双脚就自由了。他的视角正在天花板上，眼角余光却发现有某个东西好像动了。我擦！怎么有个人在天花板上？哎，你说你呢？你看什么呢？我啥也没看。不是你的扎带呢，我弄死你！别说话，营救方案已经开始了。好，大佬出现，现在可以躺平了。不对，真有这么简单吗？这伙暴徒开始就没有表明任何目的。这时对方打出一个手势，闭眼。蓝冰微愣，听话的闭上眼睛。这是警方投入的信号干扰器啊！突然，一个人质抬起了一只手，看到了这只手，蓝冰就知道坏了。人质中还有暴徒同伙，他知道自己要做点什么了。狙击手，你们倒是开枪啊！我去你的！完了，居然有2个暴徒藏在人质里。正当他准备等待刀锋切肉和死神降临的时候，发现顶级技巧是否复制？对啊，人也是生物啊！复制！无穷无尽的军事特战技术冲击着他的大脑和身体。顶级技巧复制完成，恭喜宿主获得兵王之技。什么时间国家才会把1名兵王派出来？这你敢想？蓝冰，你认识我？楚冬蝉。谁啊？不过这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，但不是他原本的记忆，而是前相亲对象。是的，相亲对象。他走进这家餐厅，本来是要相亲的。我的相亲对象竟是名兵王。没等2人说点什么，脚步声传来，一群特警冲进餐厅，包围、封锁、拆弹，暴徒也都被带走了。活下来的感觉真好。容我打断一下，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可能还有些晚了。你们不觉得这伙暴徒或者说恐怖分子出现的很奇怪吗？呵呵，小伙子，你发现了什么？在我被劫持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些暴徒只是在单纯的劫持，制造恐怖，却没有和警方对话，更没有和警方谈条件。人在做什么事情都会有目的性，吃饭是因为饿，工作是因为要养家糊口，哪怕是犯罪也要有个目标的，不会无缘无故的。有人脸色变了，这道理警方会不清楚吗？他们也察觉到了不对，是不是都以为危机解除了？我想到了一种可能，诱饵。诱饵？什么诱饵？假装制造恐袭，把所有警力都吸引过来，调虎离山。餐厅所在辖区的办案单位会出动全部警力，然后出事了。刚刚他打了单位电话，无人接听，必然是出事了。槟城夜晚的街道像是星河落入凡间，将每一寸路面都点缀得如梦如幻，凄厉的警报声划破夜空。我现在能打10个，这只是兵王之计中的近身格斗。作为合格的穿越者，我还要赚钱，走向人生巅峰。此时正在闭目养神的楚冬蝉忽然睁开双眼，2双眼睛对视到一起。那个，刚才你不会是专门救我的吧？你以为你是谁，还专门救你？碰巧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冰山女神啊！只要给机会，保证铁的她怀疑人生。但她是兵王啊，万一家暴我怎么办？正当蓝冰胡思乱想时，刑警大队到了。我想干件大事。什么？卫生间了。做什么？我能干嘛？尿尿啊？难道要让我说去交个朋友？你就不关心案子吗？我又不是警察，怎么关心？而且我也说过了，晚了。从那位刑警大队长打完电话，没有人接听开始，他就知道某些人已经做完了某些事，人也就跑掉了。你少在这幸灾乐祸，我告诉你。很快答案揭晓了，正如蓝冰说的那样，有人闯入刑警大队，把值班留守的人全部控制，破坏了监控。但是没人知道他们在刑侦大队里做了什么，没有杀人，更没有破坏。刑警大队貌似还没丢失任何物品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现场人员都懵了，没有死人，没有破坏，还清理了现场，那就应该是物品了。那会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暂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交个朋友。是的，他快憋不住了，再不去卫生间解决会死人的。好想打他，怎么办？那你赶紧去，回来接着说。爽喽！你们干嘛啊？上个厕所而已，你们也不用列队欢迎吧？有没有人说过你很欠揍？开个玩笑啦，我准备回去休息了。领导们也看到我受伤了，怪难受的。你们还有事吗？
你叫蓝冰，辽省警察学院毕业生，父亲叫蓝建华。干嘛啊，领导？查我户口？警察是家好啊，你也读的警校，很想做警察吧？眼前有一个机会，可以免除考试，直接走特招，甚至还有立功的机会，考虑考虑。这不纯纯天上掉馅饼吗？谁说读了警校就一定要从警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对做警察没兴趣。正当众人沉默之时，蓝冰又说话了。从警这件事就别提了，我知道你们找我是因为什么。一是我最先发现这起恐袭事件是诱饵，他们的目的是刑警大队；二是你们现在没有线索了，不知道对方的目的，然后想到了我。你们觉得我的脑子还算灵活，想司马当做活马医，准备拿我当工具人用，是这样吧？其实我也想把幕后黑手找出来。他只要触摸任何生物体，就能获取对方的特殊技能，偶尔在一次恐袭中获得兵王技能。敏锐的直觉告诉他，这次恐袭并不简单。呵呵，这么说来，你已经有发现了。其实我能想到的东西，你们也能想到。对方没有杀人，没有破坏，更没有带走某些东西。既然他们连恐袭都弄出来了，谋划的东西想来应该非常重要。记得网上有这么一句话：当利益达到50%的时候，人们敢于铤而走险；但当利益达到500%的时候，人们敢于无视生命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那么好笑的问题来了，一个刑警大队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利益？众人点头，正如他所想，在场之人没有一个傻子。那还能是什么啊？只剩下一种可能了，刑警大队的人在某个时间无意中获得了一样东西，而这个东西看似普通，但其价值非常恐怖，才引发出了这起事件。他说的都是废话，但也是实话，甚至有人已经想到了。所以东西真的被拿走了吗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是不是开玩笑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们有办法还原现场，还原出他们的脚印，对吧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啊。开干！脚印还原难度不大，但需要时间。他正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着快餐，喝着矿泉水。既然不想做警察，为什么还要读警校？又不是我读的，我总不能说是前身读的吧？有一天，我在屋子里嗅到了一股子腐臭味，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原因。直到某天，我发现枕头里藏了一个腐烂的理想，还有一个烂掉的梦。顺着那股臭气找到了床下，然后我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找到了年少的自己。这真是一个22岁的青年吗？你呢？在哪当兵？这涉密了啊！当兵就当兵，扯什么涉密啊？怎么想到去参军？当时不是我想参军，7岁时我就是军人了。啥？那你今年多大？27。这时，一名穿着制服的警督从刑警大队走了出去。该干活了。刑警大队院内，蓝冰蹲下来，瞅着地面上一处处被还原标记出来的鞋印，一共3双不同的鞋印，2双41码，1双43码。通过鞋印可以推理出嫌疑人的身高、体重、性别。3名嫌疑人，2名身高超过1.7米，1名身高超过1.8米，正常体态，男性。通过步骤与步态，疑似受过某些训练，但我们看不出来是哪种人，没有接触过。蓝冰表情微冷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一旁楚东禅也慢慢的蹲下，仔细观察着地面上的鞋印。是特工？我是不是有病？都没有接触过特工，是怎么看出这是特工的鞋印？我要如何解释？蓝冰起身，顺着鞋印走入刑警大队。通过这些脚印，可以看到3名特工是如何控制了值班留守人员。整个过程非常迅速，快到普通人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整个过程应该没有超过20分钟，有点奇怪啊。连你这位外行都看出来了，那肯定是奇怪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，但是他们知道东西一定是在刑警大队里，因为某个人带着那个东西来过刑警大队。等那个人离开后，他们没有在这人身上找到东西，所以认定这人把东西放在刑警大队。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。但他们既然演了一场袭击刑警大队的戏，说明蓝冰的话就差明着告诉他们，其实就是在演。幕后主使想要用警方的手把东西找出来。警察开始地毯式搜查。我知道我很帅，但你也不至于这样吧？看归看，可不能缠我的身子啊！你为什么不一起去找？不想做无头苍蝇，我在找人。找人？找什么人？把东西带进刑警大队的人。说是找人，其实是在推理这个人的身份。什么人可以出入刑警大队？明白了，刑警大队里有问题。窃听、监控，会是什么手段？这么说来，警方的一举一动已经被对方所掌握。去把刑警大队里的人都叫出来。我发现了点好玩的事情。很快，刑警大队全体出现在院外，站在蓝冰面前。走，我请大家吃个饭，不过要你们自己付钱。我可是一个刚毕业的穷学生，没什么钱。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吧？一间饭馆，6张桌子，坐满了警察，偶尔会有视线落到正在干饭的蓝冰身上，眼神复杂。都看我做什么？赶紧吃饭，多吃点，吃饱了好干活。楚东禅走到蓝冰的身边，坐了下来。不愧是兵王大佬，出场果然逼格十足。这不科学啊，至少36弟了吧？有发现？别这么看我，猜也能猜到。应该是猜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们。几个？一个200米外，很小心，应该是他们的人。说不定是放哨的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刘队，我有个问题，最近半年内，刑警大队里有没有什么装修维修，或是电路管道维护等情况？还真有。具体修的什么？
大队里的监控设备莫名其妙的坏了，找人来维修了一下。刘队现在终于明白蓝兵为什么把他们叫出来示范。这也不能怪你们，毕竟对方可能是特工一类人员。第二个问题，最近半年内进入刑警大队的报警人，或者是被带回到刑警大队的嫌疑人多不多？几十起是有了。那就查一下，半年内有多少人进入过刑警大队，曾在审讯室、询问室、大厅一类的地方待过，和你们大队刑警接触过。重点是带过后还能走出刑警大队的。这一点其实很好查，刑警大队里有监控保存时间相对较长，甚至是永久的。蓝兵正拿着刘队长的手机接入了刑警大队内部网络，其中6段有嫌疑的视频，其中有4名嫌疑人，2名报警人。回忆一下当时你们的对话过程，有没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，又或者是一些肢体、物体上的传递？好好回想一下。刑警们都很猛，面面相觑，也在努力回想，随后摇了摇头。我记得当时对方手机没电，借用了一下我的手机，算不算？总算是找到了。我记得当时那人借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过程不长，不到1分钟。蓝兵拿起手机贴在耳边，然后放下手机。蓝兵接过一名刑警递来的卡针，插入卡子。看，我承认你比我骚。这带着东西去国安吧。他只要触摸一下任何生物，就能获得对方身上的异能。是，拼了！爽啊，是真的爽！拍电影我都不用特效了，当然有了这种能力，自身的责任也就变大了。偶然间的一次恐袭，他帮助警方推理出了重要线索。嫌疑人将一张特殊 SIM 卡插进了民警的手机里。跟着蓝兵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走吧，这张 SIM 卡现在只能交给国安去破解了。而且咱们身后有尾巴，要小心。那咱们上车吧。2人立即坐上警车离开。真要这么做吗？你不是不想做警察吗？曾经的少年不是变成了一具尸体吗？那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？男儿至死是少年。他们来了。警车后2辆商务车急速而来。怎么这么快？你这是怕了？搞笑！你现在会的所有技能，我可也都会了。我怕啥？2个兵王会怕这些特工吗？那个我又不是军人，更不是警察，怕不是很正常吗？现在的你倒有些像22岁了。突然，后方的2辆商务车急刹，跳下6名男子，快速冲向警车。跑了一个，这个昏迷了。突然，嗨，你是来拉屎的吗？蓝兵早已复制了楚东禅的兵王之计，正当他准备出手的那一刻，目标的身上出现了许多弱点，每个弱点都可能导致重伤、残疾，甚至是死亡。我去1秒钟就把它解决了，这是龙国顶级杀戮机器的能力啊！还有一道幽灵般的身影，比他还要快，是3棱军刺，好帅啊！此时蓝兵才刚刚起身，全程目睹了楚东禅的杀戮过程，而他发现只是复制了一个顶级技巧。那极限天赋与无双能力又是什么呢？这6个都是普通人。投石问路吗？眼前这6名袭击者都是工具人，只是在试探他们。007要是那么好抓，电影还会有人看吗？走吧。蓝兵走向一辆商务车，对眼前尸体和受伤的袭击者不再理会，看似淡定，实则小心肝乱跳。妈呀，死人了，还死了好几个。接下来会是什么？你应该清楚吧？当他们发现光凭人数和意外无法拿下我们，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应该是重武器。我怀疑你是不是一名警校毕业生啊？切，你说等解决完这次事件，咱俩都没死，还继续相亲吗？啊，那个什么？以我这张脸老老实实的吃个软饭，会不会很香？突然直升机的轰鸣在头上空响起，怎么直升机都出来了？这样也太过分了吧！靠，炸弹！躺在地上的蓝兵有些呼吸困难，因为身上压着一个人。幸运的是他俩没有受伤，不幸的是蓝兵看到直升机舱门伸出一条手臂以及一把枪。跑啊！跑了一会儿，楚东禅没有再给对方开枪的机会。哟，挺准的嘛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玩笑？是的，此时危机并没解除，突然出现2辆轿车，快速接近2人。躲好了！我好歹是个人，能不能给点尊重啊？就在轿车刚刚停下时，楚东禅的身体从地面弹起，一双大腿先是弯曲，后是蹬踏。牛逼了，我的姐！他只要触摸一下物体，就能获得对方身上的异能。会飞的感觉可真好啊！自从他有了复制异能的特性，自身也越发越强大。在一次恐袭中，协助警方发现重要线索，女兵王楚东禅和他一起中了敌人的埋伏。跟着蓝兵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我躲起来吧，我怎么办？我也有兵王的技能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危险！因为他看到了其中一名开启车门的男子手中拿着一把枪。我杀人了！蓝兵短暂失神，又瞬间清醒，手臂挥动砸中持枪之人的脖颈。蓝兵看向后车门，2名男子已下车，其中1人已经举起手上的短柄猎枪指向了他。那名倒下的男子居然没死。蓝兵拎着猎枪冲去，此时蓝兵对准了空中的医用直升机，扣动扳机，可惜没有任何卵用。这直升机居然突然拉高跑掉了。
这边楼内有很多人，还有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。要么你一个人带着东西过来，要么是我引爆炸弹，选择一下吧。这还用选择吗？你在哪儿？你觉得我会说吗？既然不傻，为什么还要派人来送死？难道猪撞树上了，你撞猪上追尾了？我很讨厌粗鲁暴躁的年轻人。不粗鲁，不暴躁，那是年轻人吗？你是在作死？作死？哈哈，你真以为龙国国安就能抓到我吗？这么大的事件，特警没出现，国安的也没出现，属实有些奇怪。难不成有两伙人？你手中有鱼饵，我手里有人质，是交换，还是你看着那些平民去死？这就是蓝冰不想去做警察的原因，因为很憋屈，总会被坏人牵着鼻子走。真以为你掌握了这盘棋？不然呢？龙国有句古话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真当我看不出来，还有一伙人想要阻止你拿到东西？本来就是那伙人先拿到的，你们是要抢人家的东西。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？对方除了阻止你们一次，然后始终没有出过手，为什么？假如我现在把东西给了你，你确定你能带得走？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在等着你拿到东西，然后对你出手？对方继续沉默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爱说话吗？或许你说的对，但拖延时间没有意义，也不可能追踪到我的位置，别白费心思了。只要东西在我手里，你必然会出现在我的面前，需要追踪吗？你是想做螳螂还是黄雀？你想怎么做？要不这样，东西我们一人一份，那伙人我要拿下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其实另一伙是什么人、什么身份，一无所知，这才是蓝冰现在最担心的。龙国真会把东西送我一份？你还有选择吗？除非你现在转头就走，可是你甘心吗？死了这么多手下，哪怕他们都是工具人，可毕竟是你的人，任务没完成不说，还死了诸多手下，你的上级会放过你吗？那你想怎么做？陪我演一场戏，我们一起做饵，把那伙人调出来。你没有选择，1分钟后告诉我人质的位置。结束通话，转过身时，没有意外的看到楚东禅正眼眸冰寒刺骨的凝视着他。小老弟，给我个解释吧。解释什么？我一人面对1车的暴徒，其中3人有枪，结果3死1重伤，反而我毫发无伤，这你感谢？他要做什么？杀人灭口吗？这次真的要去玩命了，可是我不甘心啊，因为这辈子还没有碰过女人，要是没死，我会给你个解释。说完话，他就松了手，留下愣在原地的楚东禅，走上了一辆轿车，启动后飞驰而去。他只要触摸一下任何生物，就能获得对方身上的异能。这下出门再也不怕手机没电了，哈哈哈。我老婆就要生了，车子没电了，谁能救救我？启动车子吧。啥？跟着蓝冰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接上集，蓝冰只身一人前往恐怖分子大本营，突然手机响起，告诉我位置。御景园小区，你只有10分钟时间。装什么装？还10分钟？9分钟后，蓝冰下车，手机再次响起。31号楼3单元顶楼天台。蓝冰爬上大楼天台，却空无一人，手机再次响起。不惊讶吗？别叨叨了，你就这样配合的？呵呵。东西放上面吧。楼内真的有炸弹吗？你们其实也不敢拿平民的命赌，不是吗？如果你猜对了，接下来你应该会很惨。奇怪，第2伙人怎么还不出现？突然，蓝冰手掌停顿，脸上露出一丝嘲笑。游戏结束了。其实没有第2伙人，对吧？什么意思？或许是我把你想得太聪明了，但是你并没有那么聪明。对方沉默。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？从医用直升机的那颗礼花炸弹爆炸，其实我就有些怀疑不对劲。袭击刑警大队的3个人是特工，所以完全没必要做出这种脱了裤子放屁的事情，利用警方帮你们找东西，这不合理。可当我看到眼前的无人机，我发现我错了，你们就是一伙人，或者说你们内部出了问题，有人叛变了，是吗？蓝冰拿起了无人机，瞅着机腹下的小盒子，盒子不大，刚好可以装下内存。如果这张 SIM 卡落到他们手中，就完蛋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组织里叛变的人会马上出现，然后有人想把这个叛徒和 SIM 卡一起从这人世间抹去，所以居民楼内真的有炸弹，这就是你的算计，别做梦了。呵呵，是吗？就算你看出来，貌似也晚了，你本不该来的。把东西交出来！都跪下！这小子疯了！不跪吗？那就去死好了。他知道是谁开的枪，没错，是楚东禅。因为这种大狙不会出现在普通武警、特警手中。突然有人要逃跑，此时剩下的5人现在连动一下都不敢，赶紧跪下！喂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吓到了吗？呵，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，一直很想问你，它很重要，但也不是那么重要，只是一个诱饵吧。对方不说话了。那你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借着龙国军警的手，想要杀掉组织里的人，然后让某些东西消失，连知情人也要消失，甚至包括你自己。怎么做到的？暗引爆器了，现在没爆炸，是不是很失望？你说的没错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从我被人劫持了一次，现在看到炸弹就特别敏感。既然我知道要去的地方有炸弹，你猜我会不会有所准备？抬起手伸向衣领，从衣领下拿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物体，是监听器。看到了吗？从你利用尸体上的手机给我打电话开始，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已经被很多人听到。屏蔽引爆器远程信号的东西都是现成的，你真当我是愣头青，不怕死的直接就莽上来。
呵呵。他只要触摸一下任何生物，就能获得对方身上的异能。好吃是真好吃，疼也是真疼啊！自从有了这种复制异能的能力，他首先复制了顶级兵王之际，单刀赴会去了和恐怖分子约定的地方。跟着蓝兵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和你说了这么多的废话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在确认你的位置。从我站在这座天台上开始，我就在确认你能否看见我。如果看见，你会藏在什么地方、什么位置、用什么看？犯罪心理学里有这么一件好玩的事情，罪犯在做完案的时候，很喜欢出现在犯罪现场，有些罪犯还喜欢全程围观自己的犯罪杰作。我确认了几次，就发现你的确是在看着我。对方依然沉默。蓝兵瞅着地上的2具尸体，尤其是在他们被狙杀的那一刻，你也吓坏了，吓得沉默了，因为你就在附近，只要被狙击手发现，你也会死。当然，无人机不适合单手操作，所以你大概率不会一手望远镜，一手操作无人机。要么你的身前摆着一架望远镜，要么就没有望远镜。高点、附近、隐蔽点，我都给出了这么多提示。我的钱要是还找不到他的话，就不配当兵王了。后面的话根本不是说给对方听的，而是说给楚东禅听的。目标已锁定。你以为你们赢了？我不会输的。论智商你不如我，论布局你还是不如我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菜就多练。此时居民楼已经被无数特警与武警团团包围，蓝兵正站在走廊。我看我还是跑吧，但是我一炮，炸弹就会被引爆。3分钟内你一个人进入眼前住宅区，不然我就会引爆炸弹。3分钟，根本不够警方疏散楼内居民的。这就是蓝兵为什么想跑路。怎么不想进去？废话了不是，我还是个孩子啊。蓝兵迈着脚步走向了入户门。现在的蓝兵有资格做我的相亲对象了。看来还是我赢了，进来吧。拉着我一起死，就能代表你赢了？不然呢？你还不是来了？蓝兵没有说话，而是看着大厅内的燃气罐。别想了，弄断引爆气导线，炸弹会爆炸，要试试吗？是你大爷的！你就只是为了抱着我一起去死吗？是也不是，只是觉得输的有些不甘心，临死前找你这个对手说说话。你知道什么是自由吗？自由？人生不过3万天，能嗨一天是一天。他知道问错人了，一个年轻人又哪里会懂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？我有一个朋友。哥，这梗太老了，你确定要用吗？他感觉自己整天都活在化粪池里，好像一条蛆虫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终于化成了蛹，知道自己马上要破壳，飞出化粪池。可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出生地，他想到一个办法，想要炸掉那座化粪池，想杀死所有苍蝇。可是，原来你就是那个整天吃便便的蛆啊！呵呵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垂死挣扎又奈何不了我的样子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？配角死于话多。中年人愣住了，他竟然看到这个青年作死的握住炸弹导线，然后拉断。他只要触摸一下任何生物，就能获得对方身上的异能。老王，你快走！这是怪物吧？哈哈哈哈！自从他有了复制异能的能力后，卷入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恐袭中，徒手把歹徒的炸弹导线扯断了。等等，怎么没爆炸？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炸弹啊，怎么还突然消失了？是的，消失了。蓝兵把炸弹瞬间放入了系统空间里。给你机会了，可惜你不中用了。中年人回过神来，而蓝兵却跳到一旁的沙发后面。真好啊，我又活了一天。紧接着，无数武警特警破门而入。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燃气罐没有爆炸？你不会是想审问我吧？我现在可是功臣，是英雄。先跟我出来吧。居民楼外，蓝兵见到了很多领导，公安的、国安的、武警的。蓝兵各种微笑，各种握手，各种敷衍。先说说眼前这起事件吧。虽然全程围观，但有些地方他依旧没有看懂。这个情报组织内部有人叛变了，叛变之人拿到了一样可以给他带来利益的好东西，可他知道如果不把知情人全部解决掉，他这辈子都会被追杀。可光凭他的力量是不够的，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，借刀杀人，利用龙国军警的力量。现在我们的确帮他灭口了，只不过这人借刀是成功了，可也借来了一把双刃剑，不光杀了别人，也杀了自己。有个疑问啊，如果他的计划成功了，我们抓了该组织的人，他的所有计划还不是会暴露吗？先不说能不能找到他，官方动手，尤其是在国外，不可能肆无忌惮，不可能一直盯着他。可那个组织的人不同，不光可以肆无忌惮，会让他不得好死，甚至会让他生不如死。现在他碰到了我，只能说他太倒霉了。那现在可以说说你的问题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厉害？你要是解释不清楚，那我只好把你上交给国家，让其他人陪你玩耍了。我不能说我有挂了，我可以复制别人的技能，说了也没人信，很关键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爱说话吗？如果我说，我会过目不忘，你信吗？爱。总之说了你也不信。行，你厉害，下车，现在就试试你的过目不忘。现在我做什么，你跟着我做什么，做到了我信，做不到考虑一下后果。幸亏我早就复制了你的兵王之计。不是，你怎么不按套路来啊？随后楚东禅如同一头暴躁的母狮，招招对着蓝兵的要害打去。蓝兵开始疯狂躲闪，几十招后，楚东禅的脸色变了。没完了是吧？蓝兵的反击都是他现在用过的招式，一模一样。
不知何时，四周站满了人，公安、国安、武警一个个瞪大了双眼，看着正在搏杀的二人，全看傻了。输了，不输也不行了。主要是他的体能太弱了，虽然技能全部掌握，但自身的身体素质还有待提高。扎带是什么鬼？哦，被劫持当人质的时候捆在身上的，差点忘了。再有8天就能重新拥有一个复制点，到那时他就可以去复制极限天赋、顶级技巧、无双能力。但蓝冰现在最想要的是力量体能，拥有了绝对力量，我可以一拳把楚东禅打趴下。哈哈哈！他只要触摸一下任何生物，就能获得对方身上的异能。好家伙，蚂蚁可以举起比自己重400倍的物体，这下我可无敌了。其实他早已复制了兵王之技，作为一个警校毕业生，就徒手制服了 N 名特工，让龙国第一女兵王楚东禅产生了怀疑，所以跟他比划了2下。这世上真有过目不忘，蓝冰一个毕业生为什么会这些招式？楚东禅忽然蹲下身，撕开了蓝冰的上衣。哎，难道想光天化日之下打扑克？楚东禅无视众人异样的眼神，仔细地看了几眼蓝冰的上半身。你真能过目不忘？你都看见了啊？我信了，先送你回家吧，剩下的事情交给公安同志了。滨城某公寓区，脑海中的记忆在对他说，前任警校毕业后，在外面租了个房子。进来坐坐。不了，好好休息，明天我来接你。是不是没完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忘什么了？我去相亲啊。如果你想好了怎么和父母说，那就不用见了。那个，明天什么时候见？晚上吧，白天你会很忙，记得用冰块敷一下你的脸。脸，4好糖。这才想起他和楚东禅干架了。对的，被一个女人揍了，必须要报复回来。真男人一定要说到做到。今天实在是太累了。谁啊？刚睡觉？哎，烦死了！干嘛这是？抄家啊？不请我们坐坐吗？蓝冰让开身，认出了这位中年人是谁，滨城公安系统一哥兼副市长。哪个？有事啊？蓝冰的档案他们看过，蓝妈正处公安任职，蓝爸正听国安任职，爷爷常务副部在公安部。其实也没什么事，案子我们也了解清楚了。这有个文书你自己看看，我们先走了。这就走了？特招入警，指公安机关特殊招录人民警察。只要蓝冰签完字盖了手印，拿着这份特招入警文书去报道，相关的事情就会有专人帮他处理。一个不是警察的青年拿下了这么大的案件，属实有些不合适。和我玩这个，这下不当警察还不行了呗？这又是谁啊？靠得嘞！你这就有点不尊重我了吧？不能换套衣服吗？相亲啊，大姐，相亲啊！谁家女孩子相亲不打扮得漂漂亮亮？你这是生怕相亲对象看上你啊？哦，可以不相亲的。等我换身衣服，然后一起去吃饭。楚东禅发现了茶几上的特招入警文书，怎么想的？没怎么想。走，相亲去。滨城老菜馆靠窗餐桌，开始吗？好啊。他们一起经历了恐袭、追凶、杀人，堪比一起扛过枪，一起同过窗，其实已经很熟了，居然还要装出像陌生人一样来相亲。相亲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来着？先点菜。能先问你个问题吗？想问我自身条件是吧？没工作，没存款，兜里只有300块，短时间内不会有车，不会有房，因为买不起。今生还没前任，也没谈过恋爱。至于今后，停！我想问的是，你吃不吃香菜？酒也喝了，饭也吃了。醉醺醺的蓝冰叫来服务员结账。其实我打算请你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这个老六摸啥会啥，这你敢信？也是有了这些能力，协助警方破了大案。现在警队准备特招他，作为女兵王的相亲对象，也对他刮目相看。别装了，知道你没醉。我真的醉了。你要是想套我话，现在可是好机会。你果然看出来了。我真会过目不忘，别问了，我发誓。他这复制异能的技能说出来也没人信，他只好说自己会过目不忘。都是千年的狐狸，想问什么就问吧。没意义了。那换我来问，第一次在酒店餐厅的恐袭，为什么保护我？我奶奶和你奶奶关系不错。蓝冰一拍脑门，恍然大悟。蓝家虽然是警察世家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但是他奶奶是真低牛，当年妥妥的大小姐，换做现在就是世家豪门的千金。那你家里人是怎么狠的下心，把7岁的你送进部队？我爷爷是军人，全家都是军人。那以你的条件，需要相亲吗？你觉得我能打吗？蓝冰默默地捂住了脸，太羞耻了。昨天刚刚被这个女人揍了。我再问你个问题，假如给你一次机会，需要用1/3的生命，又或者是1半的生命换我现在的能力，你换不换？蓝冰陡然色变，终于明白楚东禅为什么这么强了，都是拿命换的。可能有人不懂，换个说法就是压榨身体潜能。能活多久？不知道。假如正常人能活80岁，现在可能活55岁或者40岁。如果不正常，随时会死在任务里。这话就好像在问你想要个短命的媳妇吗？有点太诚实了吧，好像生怕别人娶你。哪也要我能看上，我不是捡破烂的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要啊。我好像又饿了，想去吃烧烤，要一起吗？你请。哈哈，好。一顿小烧烤加啤酒后，蓝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。
他做了一个噩梦，尿急找厕所，不是没找到厕所，而是你还没醒过来的时候，厕所就已经找到了。什么东西软软的啊？早上好，在这里见到你很高兴。那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有没有想过快要死了？吓唬谁呢？突然蓝冰一低头，把脸重新埋在了他的怀中。既然你想让我做警察，那我就去吧。哈哈，好啊。等二人洗漱过后，来到客厅沙发坐好，楚东禅拿出钱包，从里面抽了一叠钱，摆在茶几上。这是侮辱我。某人心疼孙子，托我奶奶传话，让我见到你时给你的。你不会是想什么坏事吧？那不能够，我不是那么肤浅的人。呵呵，有没有考虑过第二种职业，军人？啥？你很能打。军人规矩太多了。再见。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？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都说一夜夫妻百夜恩，你这样不好吧？闭嘴！起码留个联系方式啊。少废话，走了。目送他离去，蓝冰说不出是什么心情，关上门，转过身，看向客厅落地窗，望着天空升起的骄阳。以后的事让以后来决定吧。他只要触摸任何物体，就会复制对方的异能。现在赶鸭子上架被警队特招了。想好了？这个给……哈哈，本来想给老同学打个电话，看来不用了。啥意思？我和你母亲是同学，以后就叫我张叔吧。还有这层关系？说起你母亲，我们这些同学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挺服气的。当年我们那届只有9个人从警后选择缉毒，你母亲是其中一个。众所周知，警察本身就是高危职业，而缉毒警的牺牲数是一般警察的4.9倍，受伤率高出10倍。你可是滨城公安系统一哥，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？和你说这么多是想告诉你，除了缉毒，可以选择其他警种，不然我担心我会被你母亲打死。我这位还没见过灭地老妈才正主吧？你一个正厅居然怕成这样？想好了吗？刑侦吧。张德贵没再废话，叫来秘书帮蓝冰办理从警手续，然后秘书领着蓝冰去了一个地方，滨城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。杨叔，接下来要麻烦您了。还是选择做警察了，你的能力我亲眼见到过，放在下面就有点可惜了。我这里有个地方很适合你。什么单位？刑侦处。那不就是传说中的重案组吗？杨叔，您是不是有点太看得起我了？我才刚从警校毕业啊。我就是看得起你啊，连那种案子你都能拿下。我要是再看不起你，我就是二傻子了。秘书走后，杨勇亲自领着蓝冰来到刑侦处。局长，您怎么来了？耗子，没耽误你玩游戏吧？老李他们在查案。都在查局里移交的那几碎尸案，好几天没回来了。给你们处带来一个新人，明天会来报道，你们熟悉一下。我先给老李打个电话。你好，我叫葛浩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叫蓝冰，有多高兴啊？葛浩懵逼地瞅着面前小青年。等等，你就是那个蓝冰？大神，请收下小弟的膝盖。可是我听说你好像不是警察吧？这是被特招了。聊聊。可能不太行哦，封口了。偷偷说2句，请你原地爆炸好吗？先带我熟悉一下环境吧。小事。葛浩没有死缠烂打，领着蓝冰熟悉了一下刑侦处，简单的说了一下刑侦处的人员配置：2个正副处长，2名正科，4名副科。熟悉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以后在这里安心工作，我已经和你们处长交代过，明天来上班时，你的警服和证件会有人送来。至于配枪，需要按照规矩走，到时让他们带你去练枪，合格了再领证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你问耗子。现在中午了，一起去大食堂吃个饭。不了，我还要把好消息跟家人说一下，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好来上班。也成，我先走了，不能欺负新人。大局，我哪敢啊？那我也先走了，回去准备准备。大神，明天见。他只要通过触摸就能获得对方身上的异能，在一次恐袭中意外复制了兵王之计，解决了一起恐怖组织的阴谋，从而破格特招到警队。有事？没事，就是我刚才卜了一卦，卦上说我们有缘。你还会算命？那当然了，信不信我只要问你4个问题，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幼稚。那你听好了，你喜欢春天还是秋天？我喜欢冬天。你喜欢喝啤酒还是喝白酒？我喜欢喝果汁。喜欢吃麻辣烫还是吃过桥米线？我喜欢吃肉夹馍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喜欢哥哥还是姐姐？我想有个弟弟。我的卦卜好了，你是一个喜欢在冬天喝果汁吃肉夹馍，想照顾弟弟的姐姐，准不准？渣男。东禅姐，你觉得渣男是什么？垃圾。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，你说人们为什么喜欢吃垃圾食品？不知道。道理很简单，垃圾食品不健康，但很香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龙国有句古话，没人会一直耐心的追你，也没人能一直原地等你。如果你没有勇气去追求幸福，就别怪可能会出现的美好与你擦肩而过。真不想试试？结果又是沉默，然后通话结束。算了，慈悲渡不了江头。哥，接着聊啊，我想跪着学技术啊。在哪？准备去唱歌，嘿嘿，来不来？我不会唱歌。我手把手教你啊。蓝冰说了一个地址，
放下手机，司机小哥瞠目结舌。这小伙子也太会了。槟城量贩式 KTV， 东婵姐，一会和我合唱，这歌我可是练过的，我唱的老好听了，跟我合唱无需自卑，我会教你。别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经典？东婵姐，快，你接着唱。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。咱们还是去海边走走吧。夕阳西下，天边绽放着绚烂的橘红色，如同熔金般倾泻在海平面。你说你不会唱歌的？你又真的会算命吗？啊，这有过梦想吗？梦想肯定是要有啊，不然跟咸鱼有何区别？记得18岁那年，我许过一个愿，希望可以捡到一个美女，倾国倾城的那种。她得了绝症，恰好我会治她的病。虽然她家里有亿万资产需要继承，但是她却说不可自拔地爱上我，不想离开。然后她的霸总姐姐来找她，见到了人中龙凤的我，也不可自拔地爱上了我。我内心纠结，不知道选哪一个。这时又跑来一个18岁的妹妹，嘤嘤嘤地黏着我。从此姐妹3人赖在我家不走，整天讨好我，伺候我。东婵姐，你就说这愿望牛不牛？神经，我可没有姐姐和妹妹啊！这傻妞当真了。第2天早7点，蓝冰准时来到刑侦处报道。一个初来乍到新人，正常情况下要做什么？蓝冰自觉地找到扫把，打扫卫生。刑侦处什么时候这么整洁过？杨叔，东西给你带来了，看看合不合身。一个大局长这么闲的吗？警服，人民警察证。他凭借触摸任何物体就会获得异能的特殊能力，破获了一起恐怖袭击，从而得到警队的认可，被特招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。这是我的警察证啊，这么快就批下来了？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？快打开看看吧。3级警司科员，他不光成了警察，还直接免去了1年公务实习期，成为了科员，简直跟开玩笑一样。换衣服去吧。欧了。22岁1.87米，奶狗脸，太过分了，去当明星多香啊！不错，好好工作吧。老弟，你这也太帅了吧，和当年的我有些不分伯仲啊。谢谢你，感觉有被侮辱到。闲聊时，一道身影走进刑侦处，李华成41岁，1级警督，刑侦处处长，蓝冰未来的直属领导。你就是蓝冰？蓝冰报道。行了，咱们刑侦处没那么多规矩，工作环境熟悉了。熟悉了，那就好。你的情况我听大局说了，能力很强，我可不能把你当新人用。刚好咱们刑侦处有个案子，让我们头疼了半个月，一会儿我带你去现场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点新线索。没问题。耗子，你先把卷宗调出来给蓝冰看看。好嘞，你先看看案卷，有不懂的直接问我。自杀碎尸案，自杀碎尸，这逻辑谁懂？怎么个事儿？难道是有人自杀后又把自己给碎尸了？这画面挺抽象的。报案人自称某居民楼业主，报警原因是在卫生间嗅到一股浓烈的腐臭气，之后找维修工前来查看，维修人员给出的答案是腐臭气来自楼下，通过排风管道传入家中。然后报警人随即去往楼下邻居家，从门缝处嗅到了恶臭，敲门无果后连续2天找不到人，最终选择报警。然后客厅摆着一台奇怪的机器，机器上躺着一具勉强能辨认是人类的尸体，尸体呈现肢解分割状态，因高腐尸水流淌一地。这起案件问题太大了吧？这就好比你饿了想吃饭叫来外卖，结果你居然在上面拉了泡屎拌着外卖吃，这不是有病吗？自杀就自杀，居然还把自己给碎尸了，都自杀出新高度了。可是真是自杀吗？太扯了！现场的所有痕迹都指向死者系自杀，没有任何他杀痕迹，也不具备他杀条件。但只要脑瓜子健全的人都觉得这种脱了裤子放屁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不可能，那就只能有一种可能，他杀。看完案卷的蓝冰一脸蛋疼举警的表情，看案卷看得太专心，不知不觉10点了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发现倒是没有，只是有些奇怪。你们以前见过绳锯以及绳锯机器吗？9成9的普通人这一生都没有见过绳锯。警方调查过死者胡志康的电脑与手机，发现他频繁在网络上搜索绳锯，搜索信息多达152条。这年轻人只是看了1个多小时案卷，竟能发现这个疑点。早上吃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咱们先一起吃点，一会再去现场。我请吧。那个蓝冰啊，你少吃点。我饿啊，我怎么了？哦，对，你今天第1天当警察，少吃点吧。不是，我早点多吃点，不犯法不违纪吧？不，没事吃吧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啊？他可以通过触摸复制任何生物体的技能，现在被特招成刑侦处的3级警司。兵哥，你现在吃这么多，一会儿可是要去凶案现场的。我知道啊。没事，让他吃吧，总会有第一次的。槟城金石滩街道，案发地是一座小高层住宅区。 20多岁，3级警司，完了，不会是来镀金的吧？他们现在的想法和当初葛浩的想法差不多，都认识下吧，以后的同事。昨天局长亲自送来的蓝冰。师傅们好，我是蓝冰，以后请多关照。我是董虎、罗嘉欣、顾方、周正，前向前。到了最后一个中年人，只是点头微笑伸手，没有开口说话。
几个意思啊？看不起我啊？他叫卓小佳，以前在缉毒做过卧底，暴露后让人灌了硫酸，命保住了，但嗓子废了。蓝冰肃然起敬，伸出双手握住对方单手。你们先吃着，我带蓝冰上去看看。警校交的规矩都没忘吧？现场勘查3要素嘛，戴手套、穿鞋套、戴口罩，尽量减少自身痕迹，少走动，少触碰证物以及现场物品。还不错，进去吧。我靠，这味道难怪他们不让我吃太多。进入现场后，蓝冰的视线便被一台古怪的机器吸引。这机器好奇怪。他大脑内关于前任学过的刑侦知识，如今全部变成他的记忆。假如这是一场棋局啊，不是2场，一是凶手布局杀人，二是死者自杀布局。假设一个人明知自己必死，想不死都不行，骗保、逼迫、报复，死者有保险吗？没有。有外在威逼利诱胁迫的发现吗？也没有。最近几年和死者有关联的一些人物事，我们几乎都排查过了，基本不存在致死因果。有没有想过报复？想过，看出来了，厉害啊！没错，报复。这是2个办案单位，刑侦支队与刑侦处调查到最后，甚至推理了各种可能，找到的最接近真相的一种可能，好比有人费尽心思挖出了一个坑，准备埋人，你是不是得留下一些诱饵，引来那人跳进坑里？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件事，有人会跳坑，我们最想不到的人。怎么可能？李华成愣了，但凡可疑人员他们都调查过，几乎没有遗漏。还有什么人？胡志康死了，想一想，什么人会第一时间出现？死者胡志康的父母，这也不能怪侦查人员想不到。谁能想到有人会以这种方式去针对自己的父母？查一下吧，希望是我推理错了。以现代人的价值观，应该还不至于。你担心就担心，跟我扯什么核心价值观？蓝冰再次环视眼前的案发现场，笑了笑。今天我就当现场学习了。蓝冰慢慢蹲下，双眼盯着地板上的脚印，心情愤怒沉重，脚步会慢短重，心态活跃兴奋，脚步会快长轻。一个要死的人居然会很开心，你见过吗？反正我是没见过。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死者临死前的状态？怎么讲？他可以通过触摸复制任何生物体的技能，刚被特招成3级警司，就被拉到了凶案现场。出事了，我前面的推理大概要作废，有可能是他杀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死者死亡前的状态非常不对，想来你们也看出来了，你们是不是怀疑他的心理有问题？不然也不会弄出如此自杀场面。那么一个可怕的问题就出现了，假如他的心理没有问题呢？一个人都要死了，如果心里没有病，他是怎么开心的起来的？除非他不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如果是他杀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没有可能我前面的推理某些地方错了，但也没错？他们的目的是死者胡志康的父母，以这种方式让胡志康的父母现身。前面已经推理过，孩子死了，第一个跳出来的肯定是父母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胡志康的父母旅居国外，连警方都无法联系到。有个东西不见了，手机，一个连警方都没有找到的东西。这案子查到最后可能会超乎想象的大，要出大事了。居民楼外，蓝冰瞅着面前7名脸色凝重的刑警。老弟厉害啊，你这个后浪把我们这些前浪都拍死了。咱们都快被玩死了，再不找到一些线索，可能真要晚了。在场众人就没有傻子，既然蓝冰给出了眼前这个推理，还站得住脚，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伙人是奔着死者胡志康的父母来的。更有一种可能，胡志康的父母已经来了。接下来就指望你找一找线索了。刚刚李华成出门打过一个电话，局长杨勇的电话。蓝冰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了？强的可怕，不像年轻人啊。李叔一个正处干部居然查不了蓝冰的亲属关系，涉密了，神不神奇？他的母亲是缉毒警，父亲在国安，爷爷在公安部，其他的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当时的李华成倒吸一口凉气，惊呆了。怪不得他这么厉害。指望我做什么？老子是穿越者，又不是神仙。现场肯定是有问题的，而且有2个问题：第一是死者与父母联系的工具，另一个是让死者自杀死亡的关键。不管是哪一个问题，都说明某些人的手段的确很高，手法精妙，有可能脱离了普通人的认知范围。说白了，就是进入了普通人的知识盲区，一种咱们警察不明白、不清楚、没有接触过的手段。跨领域犯罪，很贴切。想要破局，就不能用传统刑侦手段了。难道你忘了我是怎么发现不对的？这就是线索。死者临死前的心理状态，开心。对，开心。他又不是傻叉，心里没病，都要死了，为什么要开心？是什么让死者如此开心？又或者说，是什么能让一个年轻男人开心？有位心理医生曾说过，男人心理有时和儿童心理非常相似，在某些方面存在交集，例如娱乐、玩具、女人。你具体说说。我打个比喻啊，爱称撒娇卖萌，哀求哄骗，各种夸，不管什么年龄的男人都吃这一套。你就想想，给牛马装个发动机，那不就是涌动男驴吗？真实不？男人至死是少年，下到6岁，上到60，都喜欢娱乐和玩具。蓝冰与李华成的眼神对视在一起，脸上露出了一个男人都懂的笑容。调查方向有了。